没想到，当冷艳女神邱淑贞遇到周星驰后，卧龙凤雏这种气质能被她演绎得如此淋漓尽致。你搞什么？你不是女人，我知道你不是女人，我也知道你不是男人，可以。要谈了！哎呀，什么人？韦小宝没被晋升就当了太监，结果在鳌拜威胁当今皇上时，建宁公主抓完又弹的1万点告击，疼得他从桌底钻了出来。但此地是御书房，是商谈国家机密大事的地方。鳌拜当即命人将小宝拖出去斩杀灭口。皇上见状，赶紧出言阻止，并表示小宝是自己的心腹。一众大臣立马纷纷转向小宝示好，将见风使舵的本领运用得炉火纯青。刚才鳌拜率领百官架空皇上，还明目张胆的当场研墨拿笔，让皇上写下诏书罢免顾命大臣，这明显是对皇权赤裸裸的挑战。他想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将皇上培养成一个傀儡皇帝。而如今小宝这个街溜子意外破局，皇上的一句心腹，直接让他有了最大的背后靠山。于是立即以鳌拜对皇上大声说话，给其安了一个目无朝纲的罪名。接着不等鳌拜进行反驳，又高调宣布自己是皇上安排的金牌卧底。今天在场所有官员不良嗜好以及小秘密他都摸得一清二楚。果然此话一出，炸出一大波心虚之人，纷纷低头不再跟着鳌拜附和，等同于断了鳌拜的左膀右臂。我杀了你这小花头！谢谢你，你杀人的事不用劳烦你了，只要皇上圣旨一下，大家都要人头落地。我不知是你先还是我先。话外之音，这个紫禁城里皇上才是老大，以鳌拜充其量就是一个高级员工，在主子面前最好收敛一些。一番说辞怼得鳌拜哑口无言。眼见场上的局势剑拔弩张，皇上担心狗急跳墙，表示罢免顾命大臣一事他会记在心上，并且还赏赐鳌拜证明这件事他做得对。如此天衣无缝的安排，让鳌拜一时想不到其他理由找茬。果然英雄出少年。他自知今天逼宫已经失败，终于对眼前两人刮目相看。鳌拜走后，皇上小宝两人立马瘫软在地。他们庆幸刚才鳌拜没有发疯，否则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来。而随后，小宝的聪明机智以及胆识过人，令皇上认为自己翻盘的时机到了。于是他封小宝为御前金牌小密探，主要任务就是想办法对付鳌拜和监视海公公的一举一动，并叮嘱今天猴子偷桃之事不准向任何人说起。可小宝这个老六转身回到海公公这里就把皇上给卖了。他以说书的方式叙述比武经过，将皇上鄙视的一文不值，自己则是高大威风，武功高强。尤其是猴子偷桃那一段，更是添油加醋，说的是津津有味。闻听此言的海公公顿时大怒，这混小子竟用自己教的武功去调戏侮辱皇上，再将其给踢落在地后，掐住脖子询问经书有没有到手。而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传来太后婢女的声音，声称要小宝马上跟他们去慈宁宫一趟。可两人根本不会存在任何交集，更别说太后会认识小宝了。这令海公公顿时心生疑惑，太后为什么要找你？我长得帅吧？海公公见一时间问不出个答案，索性放小宝前去复命。但怎料迎接小宝的却是几把冰冷宝剑。随着婢女们的一通羞花式剑舞，小宝自认为英气逼人的造型瞬间变得不伦不类，辣人眼球。接着又将地上毛毯掀起，将小宝裹了个严严实实后，扛到了太后寝宫。随后众婢女关门离开房间。小宝猜测应该是没净身的秘密被发现了，绞尽脑汁想办法脱身逃命。但很快，一袭薄纱的建宁公主推门而入，并且满脸妖娆，两眼直勾勾地朝着小宝走来。这架势活脱脱的是大型选妃陪寝现场。接着建宁表明自己公主身份，就开始迫不及待地给小宝下套。看见建宁公主还不下跪？哦，太迟了，大逆不道，斩！挖掉你的眼，还是割掉你的鼻，还是切掉你不应该有的地方呢？小宝自幼混迹在丽春院内，通过察言观色，知道建宁这是在 PU 自己，于是索性装起了凡尔赛大师，扮一个最帅的样子来看看。不需要了，现在已经是了。那就扮一个最丑的样子来看看。不行啊，怎么扮也不会丑啊。油嘴滑舌又这么会聊，建宁当即把小宝给放了出来，让其扮乌龟哄自己开心。可这要求小宝却坚决反对，因此建宁拿起藤条一顿乱抽，这也让小宝不堪其扰。终于一记致敬偶像的后摆拳挥出，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：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逼我？怎料这爆发的男性荷尔蒙气质让建宁公主彻底沦陷，她抱着小宝的小腿祈求再来一次，并且这一次一定要用海公公教她的穿心龙爪手。眼看事已至此，小宝索性也不再端着架子，使出10成功力打在了建宁身上，这一击引得电闪雷鸣。随后建宁神清气爽的来回踱步，小宝则被伤到要害，在床上哭得梨花带雨。这个魔女终于达成所愿。不料这时太后突然回到寝宫，发现建宁竟和小太监厮混在一起，为了保住皇家公主声誉，当场就要一掌结束掉小宝性命。关键时刻海公公从天而降，和太后对拼一掌后挡下了致命一击，这也是个老六，刚才目睹了小宝两人大战全过程，
在随后的对战中，海公公认出太后用的是神龙教武功，立即反应过来，眼前太后是义过容的冒牌货，而自己底细被海公公当面揭穿。假太后果断使出终极必杀，一招金丝缠蛇手勒住海公公手臂，接着趁其愣神之际，一掌将海公公击飞18米开外。结果假太后太过自信，见海公公被自己重伤昏迷不醒，没有补刀进去摘他脸上面罩，因此中了海公公的诈死之计。化骨绵掌当场将他打成了重伤，场上局势瞬间又持于平衡。现在两人都元气大伤，稍一用力就会走火入魔。海公公赶紧示意小宝杀了假太后，假太后也趁机许诺封官加爵，拉拢小宝。小宝刚才听到了两人秘密，深知得罪谁都没有好处，搞不好最后还会落个死无全尸。于是他选择两不相帮，眼看场面再次陷入死局，外面传来太监汇报。这让海公公顿时坐不住了，因为现在自己身穿夜行衣，出现在太后寝宫，在外人眼中无疑就是在刺杀太后。于是海公公使出全力起身，打算拼着走火入魔也要杀掉太后。小宝见状赶紧上前劝阻，自己身上的化骨绵掌还没解开，他可不想海公公死在这里。如果真的抱着必死之心，先帮他解了化骨绵掌也行。结果两人拉扯中，神龙刺意外刺中了海公公穴道，立马导致他体内真气外漏。我无心呢。海公公蹦得没了踪迹后，皇上刚好也来到这里，假太后立即变得柔弱可怜，说刚才这里有人意图刺杀于他。见皇上没有起疑心，又把护驾功劳全推在小宝身上，完美隐藏了自己会武功的身份。皇上信以为真，准备进房安慰受惊的母后，并且让小宝立即回去监视海公公。然而此时的海公公已经走火入魔，小宝刚把蜡烛点燃，